魏无羡猝不及防地感受到牙齿咬合的力度，顿时汗毛倒竖，使出10成力道想撤回手指。蓝湛，你是属狗的吗？怎么说咬就咬？蓝忘机没有回答他，感受到舌尖有血腥味传来时，直接抓着他的手按在魏婴的大名旁。得，这还真是刑讯逼供，签字画押。魏无羡收回受伤的手指，撒娇道：二哥哥，好疼啊，你以后可不能再这么对我了。蓝忘机似乎终于察觉到自己有些过头了，乖巧的点头，又来拉他的手回来。魏无羡简直怕了，拼命地拽住自己的手往回收。蓝忘机叹了口气，这次不咬了。魏无羡将信将疑，转过头不敢去看。蓝忘机又把他的手指含入口中，只是这一次没有预感到的疼痛。蓝忘机舌尖卷上指腹时，甚至传来一阵麻酥的痒意，这痒意旋即传遍全身，叫他心乱如麻。还疼不疼？蓝忘机问他。不疼了，不疼了，就是有些腿软。魏无羡抽回手指，扶稳桌子，将婚书妥帖放在怀中收好。现在可以去睡觉了吧？魏无羡虽然没成过亲，但也知道别的小夫妻新婚燕尔都是难舍难分的，怎么到了蓝忘机这里就是一整天见不到人了？他们蓝家如果没有通行谕令，便是连山门都出不去，这可把魏无羡给憋坏了，只能一个人在云深不知处乱溜达。从前求学的时候，魏无羡经常在后山摸鱼打鸟，也算熟门熟路了，所以当他看见后山漫山遍野的兔子时，直接惊呆了。此处有蓝家的结界，便是再厉害飞禽走兽也进不来。这些野兔没了天敌，更是肆无忌惮的疯狂繁殖。魏无羡刚想抓一只把玩，听到有人来，立刻窜到灌木丛里藏了起来。他现在虽然穿着蓝氏的家纹袍，但蓝忘机从来没有把他带到人前介绍过，他不知道蓝家众人是如何看待他的，故而遇到人，首先想到躲起来。好巧不巧，来的人是蓝曦臣和蓝忘机。蓝氏双臂一向以才貌闻名于世家，两人一起行于花树之下，斑驳的阳光从他们的肩颈上划过，一个是灿若晴光映雪地，一个是皎如玉树临风前，浮光掠影间似一幅绝美的人间绘卷。如何了？找到了吗？蓝曦臣侧头询问道。蓝忘机摇摇头，阅遍藏书阁都没有。蓝曦臣安抚道，来日方长，总会有办法的。蓝忘机蹙眉，兄长，只是怕此次兰陵金氏不会善罢甘休。蓝曦臣看了一眼身旁的树影，道，您想把他藏在这云深不知处，只是为了提防金家吗？蓝忘机解释，金氏当日就是要借着大婚的东风，才能将这一把火烧得足够旺，如今最终目的还未达到，定然还会有所行动。忘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魏公子心性未定，怕是不愿意你这么拒他吧？有什么话你要跟他说清楚，否则日子久了恐生嫌隙。知道了。蓝忘机复又点点头，你放心，若金家有什么异动，阿瑶定会立即告知于我。蓝曦臣拍了拍蓝忘机的肩膀，兄长，金光瑶当真可信吗？蓝忘机依旧严肃，毋庸置疑。蓝曦臣肯定道。蓝忘机叹了口气，终究没再说什么。待两人走远，魏无羡从树丛里爬出来，拍拍身上的土，听他们二人谈话，似是而非，似乎和自己有关。魏无羡又在山坡上逗弄了一会儿兔子，终究还是有些心神不宁，决心去找蓝忘机问个清楚。但蓝忘机没找到，倒是又让他碰见了蓝曦臣。蓝曦臣负萧而立，看见魏无羡，转身将他引到旁边山路上。魏无羡从善如流，跟着问道，则无君特地在此处等我吗？蓝曦臣不置可否，魏公子，有些话问忘机不如来问我，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出去走走，每天待在云深不知处都快憋坏了，哈哈。蓝曦臣领着魏无羡在白石小径上穿行一阵，直到停在一处幽静的龙胆小筑前，回声问道，忘机可曾跟你提起过我们父母之事？似乎提过一点，说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去世了。蓝家的上一位宗主清衡君，曾经是名动一时的仙门名士，年少成名，风光无两，也是在蓝湛现在这么大的年纪，忽然成了婚，然后闭关退隐，再不过问世事，这些魏无羡都略有耳闻。
不错，这里就是母亲生前的居所。蓝曦臣指了指眼前的小房子，不过，与其说是居所，不若说是囚禁之所。魏无羡一时怔住了，涉及蓝氏家族秘辛，魏无羡不好多问，只以礼对着房屋拜了3拜。你既已是蓝家人，这些事告诉你也无妨。蓝曦臣娓娓道来，父亲年少时对母亲一见倾心，可母亲却杀了父亲的恩师，